听到刘家辉的话，刘曼琼才放下心来。旋即他忍不住嘟囔道：爸，既然邱爷爷和邱奶奶都在，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也好提前准备些礼物之类的，现在搞得我空手上门，多不合适。刘家辉笑道：就你那个性格，我要是说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去的，到时候肯定又说什么自己只是过去面试一下，还是别叨扰别人最好，然后还得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人家，我是你老爸，我还不知道你。刘曼琼一时语塞，想想爸爸说的也不无道理，依着自己的性格以及平时跟老爸不太对付的路数，说不定就是个两头堵的结果。于是他便开口道：好吧，那我就先去拜访一下邱爷爷邱奶奶。刘家辉笑呵呵地说道：这才乖嘛，陪你邱爷爷邱奶奶好好吃顿饭，面试结束之后早些回来，老爸去机场接你。刘曼琼下意识地说道：不用了，我有开车去机场，自己开回去就好。刘家辉随口道：不要紧，我让阿梅帮你把车开回来，就这么说定了，拜拜。不等刘曼琼答应，刘家辉就已经挂断了电话。刘曼琼虽然无奈，但也知道老爸这性子，一旦他决定要做某件事，不管怎样都会想办法达成，不过是去机场接自己而已，自己也没必要过于排斥。于是他便收起电话，对贤姐说道：不好意思贤姐，刚才是我误会你了，还希望你不要介意。贤姐笑着说道：刘小姐您跟我还客气什么？说罢，她手指着不远处路边的一辆劳斯莱斯，开口道：车就在那边，刘小姐咱们走吧。吵！刘曼琼点点头，跟着贤姐上了劳斯莱斯，随后劳斯莱斯便向着紫金山庄驶去。路上，刘曼琼与林婉儿刚到金陵一样，新奇的左看右看。副驾上的贤姐回头看着刘曼琼，笑问道：刘小姐这是第一次来金陵吗？是的，刘曼琼微微点头，以前没来过。贤姐笑道：我听我们先生说您这次是要来金陵大学应聘，我多嘴问一句，您之前都没来过金陵，为何会选择从港岛来金陵发展呢？从城市发达程度来说，金陵比港岛还是要差上不少的。听到这个问题，刘曼琼的脑子里下意识想到的便是叶晨的身影。自己来金陵自然是奔着叶晨来的，只是还不知道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但是对刘曼琼来说，她决定的事情总是要先做了再说，纸上谈兵，光说不练，完全不是她的风格。不过刘曼琼自是不愿说出实情，于是便对贤姐说道：我是在港岛待太久，确实有些待够了，内地的一线城市节奏又比较快，所以就想找一个相对舒适一些的城市，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金陵。贤姐赞同地点了点头，笑道：金陵的生活节奏确实还是比一线城市慢一些的，环境也相对舒适一些，我在这里待很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喜欢这里，相信您在这里待久了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说着，贤姐又道：如果您将来确定留在金陵发展，在金陵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随时可以联系我。言罢，她双手递来一张名片，名片非常简单，只有李淑贤3个字，外加一串手机号码。谢谢。刘曼琼接过名片，礼貌地道了声谢，旋即问她：对了贤姐，我要是确定留在金陵，打算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日常居住，你有什么好推荐吗？贤姐好奇地问道：刘小姐想找什么样的房子？别墅还是平层？平层。刘曼琼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一个人住不来别墅，精装修的平层公寓最好，而且也不用太大，最好是楼层高一些的，没事还可以看看风景。贤姐想了想，开口道：金陵市区最好的楼盘是汤臣一品，这是个别墅平层高低配的小区，全部精装交付，而且是现房出售，所见即所得。这小区的别墅售价基本都在大几千万，甚至1个多亿，平层大概1000多万到2-3千万的样子，而且平层是高层建筑，符合您的要求，而且距离金陵大学不远，开车的话正常也就10几分钟的车程。
汤臣一品。刘曼琼点了点头，感谢道：“谢谢贤姐，我记下了。拿到录入通知之后，抽时间去看一看。”贤姐笑道：“曼琼小姐不用担心，以您的自身条件，应聘金陵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金陵大学现在很注重国际化，对外籍以及港岛师生资源非常重视。您如果是内地的博士学位，竞争或许会激烈一些，但您是港岛身份，相对会容易很多。”刘曼琼惊讶地说道：“贤姐对金陵真的很熟悉啊，连金陵大学的情况都这么清楚。”贤姐微笑道：“我们先生很多年前就给金陵大学捐了很多资金，他这么多年虽然很少过来，但一直很关注金陵大学的情况，而且我在金陵的工作，说实话非常清闲。先生太太不来，我只需要带着大家做好卫生，维持好庄园现状就好，所以那些空闲的时间基本都用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所以您别看我是马来人，但我绝对算得上是金陵万事通。”刘曼琼点点头，笑着说道：“那以后我如果有机会来金陵工作的话，一定得跟你多了解，多学习。”贤姐听她语气里对金陵大学的岗位多少还有些没把握，便认真说道：“刘小姐，金陵大学这方面，您绝对可以放10000个心，就算不走任何关系，您的履历也一定能够被录取。最近这些年，内地大学都非常注重国际化，您是港岛人，又是港大毕业，这对金陵大学来说，绝对非常难得。”刘曼琼好奇地问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这方面？既然是办学，那把学术研究方面搞好不就行了吗？”贤姐笑道：“您看哈佛、耶鲁还有麻省理工这些学校，为什么能享誉全球？不只是他们的学术研究搞得好，还得益于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录取的那些海外高材生。当年很多华夏年轻人去这些大学留学，回来之后创办自己的企业，逐渐成长为身价几百亿的大企业家。当别人聊及他们的履历，他们就读的大学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如此一来，哈佛不需要主动到华夏做任何宣传，就能做到在华夏人尽皆知。而且这种大学非常注重高端校友，凡是从他们那里走出去，并且在各行各业有重大成就的校友，都是他们重点维系和宣传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资源，对学校的发展与推广有着巨大的好处。就拿哈佛大学来说，每年来自校友会的捐款都要以10亿计，许多内地企业家去哈佛捐款都是千万美金起步。但再看看金陵大学，正常情况下每年收到的校友捐款，平均下来连哈佛的1%都未必有。这也是内地大学迫切的想要快速国际化的原因。而且因为港岛的特殊情况，港岛往往也是内地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刘曼琼惊讶不已地说道：“贤姐，你懂得真是太多了，这些事情我在港大这么多年都没想过。”贤姐谦虚地说道：“我知道的这些都是八卦，普通人如果想知道，多留意关注就行，跟您这种专注学术的精英比，那真是差得太远了。”说着，贤姐又到金陵大学，如果录用了您这个来自港大的博士，说不定将来您也能直接或者间接为金陵大学带来一些港岛的学生资源，这本身也是金陵大学比较看重的。综合这些原因，我才敢说您这次面试肯定能够通过。刘曼琼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因为一直没怎么离开过港岛，再加上自己又不太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所以刘曼琼对贤姐所说的情况一直没什么了解。听完她这一席话，刘曼琼的信心相比之前也更多了几分。此时此刻，紫金山庄，林婉儿正在院中的树下听着蝉鸣。她在树下支了一把藤蔓手工编织的摇椅，又撑了一张小巧的竹制茶桌，茶桌上用非常迷你的炭炉，炭炉中燃着的是上等橄榄烧制而成的木炭，燃烧时不会爆裂破碎，也不会有什么烟尘，甚至还会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香气。
而在炭炉之上坐着一把陶制的窑，而在这之中煮着一壶深红的普洱茶。林婉儿酷爱喝茶，一般从早饭时开始煮茶品茶，吃过饭喝茶看书，午饭时还要有茶，下午看书以及随意吃几块茶点的时候还要有茶，甚至连晚上都是茶不离手。而且普洱属于汤色很重的茶，林婉儿虽每日饮茶不断，一口洁白光亮的牙齿却从未因为饮茶而染上半分茶渍。就在她刚放下书本，拿起茶杯准备呷上一口的时候，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邱英山的声音紧接着响起，恭敬问道：“小姐，您现在方便吗？”林婉儿微笑道：“方便，你进来吧。”邱英山这才小心地推开院门，缓缓走了进来。林婉儿看着他，眼见他体态佝偻，无声气喘，额头和脸颊都是汗珠，便好奇问道：“何事还需你亲自上来一趟？这时街陡峭，以你现在的身体，还是要小心一些。”邱英山咽了咽口水，这才有些气喘又有些虚弱地说道：“在下是有件事，想当面禀报小姐。”林婉儿指了指树下的一把低矮竹凳，开口道：“坐下说吧，正好饮一杯茶。”邱英山受宠若惊，连忙点了点头，脚下步伐甚至都快了几步。他先是搬了竹凳，随后来到林婉儿面前坐下，恭敬地说道：“小姐，是这样，在下有一位世孙女，刚好要来金陵参加一个面试，我便邀她到庄园做客，顺便吃顿家常便饭。因为我也是早上才刚得知，没提前跟您禀报，还请您莫要责怪。”林婉儿拿过一个新的茶杯，一边用茶水冲洗，一边笑着说道：“这是你的地方，你是主人，你要宴客，怎需向我禀报？我也不过是你的客人之一罢了。”邱英山不假思索地说道：“小姐，这就是在下要跟请您应允的第二件事了。难得您喜欢这个地方，我岁数也大了，这次以后恐怕不会再来这里，所以我想把紫金山庄赠与您，还希望您能收下。”林婉儿微微一愣，随后摇头笑道：“我还不确定会在这里待多久，你还是留给自己的后人吧。”邱英山忙道：“小姐，我那些后人从小锦衣玉食，性子都过于浮躁，说实话，他们配不上这种地方，给了他们反而是暴殄天物，所以还请小姐不要跟在下客气。”林婉儿耸了耸肩膀，将茶递给他，笑着说道：“既然你坚持，那我也不跟你客气。若是哪天我不需要这宅子了，而你还尚在人世，我就把它物归原主；若你到时已经走了，那我就交由你的后人处置。”邱英山一听这话，顿时松了口气，笑道：“这些都依您的意思。”林婉儿指了指给他倒的那杯茶，淡淡道：“饮一杯吧，我看你气喘吁吁的，好不狼狈，下次还是不要爬这么高了，有事找我就给我打电话，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邱英山恭敬地拱手道：“在下遵命。”说着，他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随即看着炭炉旁的那块茶饼，试探地问：“小姐，这宋聘好的茶，您喝着还对您的胃口吗？”这茶叶是邱英山找人专门从港岛收回来，人肉带到金陵送给林婉儿的普洱茶。这茶饼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堪称是普洱茶中的极品。林婉儿给贤姐的单子里写了要普洱茶饼，但没写要什么样的，于是她便买了能买到最贵最好的。林婉儿此时微微笑道：“是价能卖到几百上千万一饼的茶，自然不是凡品，拿着钱在市面上找，这应该就是能买到的最贵最好的普洱茶了。”说着，林婉儿话锋一转，笑着说道：“不过比起我最好的茶饼来说，还差得远。”邱英山笑呵呵地说道：“能用钱买到的凡物，自是不能与小姐的珍藏相提并论。”林婉儿浅浅一笑，问他：“老邱，你应该还有事要跟我说吧？”邱英山这才嘿嘿笑道：“果然逃不过小姐的慧眼。”说罢，他才又道：“小姐是这样，在下那位世孙女刚好要到金陵大学应聘讲师，而且以她目前的条件，这次应聘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我想着以后您要去金陵大学读书，他要在金陵大学任教，今天能聚到这里也是一场缘分，您不妨借这个机会跟他认识一下，以后或许还有个关照。这样啊，林婉儿促狭地笑了笑，随口道，既然这么有缘，那认识一下也无妨。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